法官大人，我方会以事实证明，龚美英女士对我的当事人韩少如女士提出的指控根本毫无依据，无中生有。韩女士在无遗嘱继承法令第7条文的规定下，是绝对有权利以配偶的身份继承亡者郭德义先生一半的遗产。韩女士，你是否承认跟照片里面的这位男生 Frederick 有婚外情？不过那已经是4个月前的事，我老公已经原谅了我。你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是。你这个坏女人，贱女人！安静，请坐下。韩女士，这是你跟你先生郭德义先生互传的简讯，你认得吗？认得。好，现在呢，我就念出你丈夫的部分。我约了袁律师星期2早上办离婚。我那天有 medical appointment。你到底什么时候有空？我不想再拖了。我不想离婚，我们再谈谈好吗？我决定了，否则法庭见。韩女士，这份离婚协议书上的签名，应该认得是属于你的丈夫郭德义先生的吧？这也是他原谅我之前签的。那只是你片面之词。事实上，当郭先生知道你出轨的时候，他对离婚的态度十分之坚决。要不是突然间他心脏病身亡，你们现在已经离婚了。反对！反对控方律师做出毫无依据的揣测。反对有效。好，我收回这一句话。可是事实证明，郭德义在死前对离婚十分之坚决。也就是说，韩女士没有权利以配偶的身份来继承死者的任何遗产，全数应该归于我的当事人，也就是郭德义的母亲龚美英女士。不是的，我是爱我老公的，我是爱我老公的，他原谅了我，他原谅了我，妈，他原谅了我。喂，你有病啊！这个时候打给我，让他们发现那就完蛋了。我打来就是要提醒你，不要把事情给搞砸，要不然呢，我们要抱在一起死了。哎呀，你放心吧，有我林志斌在，死的肯定是那对狗呢，不是我们。安哥进沟，人来的差不多了，可以开始了。啊，你说什么？哦，你还爱我是吗？我也很爱你啊！哎，我马上要开工了，啊，晚点见。哎呀，不好意思，因为我太太，我们2个是刚刚新婚，所以呢，她比较痴缠。开始。苏医生，请问韩女士是患上了什么病？乳癌第2期。那在2023年的8月31日，也就是韩女士的丈夫郭德义先生死前的大约2个星期前，你是否曾见过他？见过。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下见面？郭先生陪韩女士来我的诊所复诊。那在看诊的过程中，你是否有感觉到他们夫妻之间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没有，他们跟一般的夫妻没有分别。那他们有没有表现出任何夫妻之间关系紧张的迹象？没有，而且郭先生表现出来非常的关心韩女士，而且他还全程握着韩女士的手。夫妻关系真这么恶劣，丈夫又怎么会陪妻子去看医生，还这么关心她的病情，全程还一直握着对方的手？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郭德义先生依然深爱着我的当事人。没错，他发现我当事人有外遇的时候，确实很生气，甚至扬言要离婚。可是那是知道他患癌之前，在知道妻子的病情之后，他不但原谅了我的当事人，还对他关怀备至，证明他早就已经打消了离婚的念头。所以无论在法律上或是情感上，我的当事人依然是郭德义先生的合法妻子，有权继承死者一半的遗产。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耶！好了，大家吃东西，我就先休息一下啦。哎，我们去那边坐 ，OK？ 这边坐，肚子饿吗？汤米的妈咪啊，不好意思啊，哎，Tommy 的 Daddy 什么时候来啊？他来了，我想找他跟我配合做个 magic， 给 Tommy 一个 surprise。他没空，不一定会来。啊 ，Tommy 生日这么重要，他都不能来，那他肯定是工作很忙是吗？我从来不理他生意上的事。哇，能够在这么豪华的地方做生日会，他爸爸肯定很有分量。哎，他是不是商界人员？叫什么名字啊？你告诉我啊，或许我也认识他。你问这么多干嘛？你是来表演的，还是来做家访的？哦 ，sorry。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郭先生跟我当事人吵架的时间是2023年的9月7日早上9点半左右。那天是我小儿子生日，我记得9点半是因为 usually men eat breakfast 在那个时候。那你还记得郭先生跟我当事人是在屋子里的哪个位置吵架的吗？ living room。那你听到郭先生说要离婚的那句话的时候，你人在哪个位置 kitchen。我去过了我当事人的家，实地走访，也找了人去做调查。根据查到的资料显示，当时他们家隔壁的邻居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装修工程，周围环境十分嘈杂，所以我有理由怀疑证人是不是真的清楚听到郭先生和我的当事人之间的对话。法官大人，请允许我在现场做一个实验来测试证人。好，我批准。从我这里到证人席，就是郭德义和我当事人在客厅里说话时，跟在厨房的阿丽亚大概的一个距离。今天的官司我赢定了。今天的官司我赢定了。我刚才说了什么？我好像听到 something 天 something in like eagle。我是不是说天上的老鹰在飞翔？对，something like that。No, it's nothing like that。我刚才说的是，今天的官司我赢定了，而且我还重复了2次。可是你连1次都没有听清楚。I really 听到说要 divorce 的。好，那我问你，你在半年前是不是有去过国大医院看耳鼻喉专科医生？我反对，我不明白这件事情跟我们的案件有什么关联。尹律师，你别心急，你很快就会明白了。反对无效。丁律师，你继续吧。你刚才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在半年前是不是有去过国大医院找耳鼻喉专科医生？是。那医生是不是验出你的右耳只剩下58%的听力？来，小心，龚女士。妈，你不要这样叫我，我受不起呀。妈，
当时是我一时糊涂，我做错的事，但是我真的很爱阿迪尔，他对我的心意也是一样的。你给我儿子戴了绿帽子啊，还好意思这样说啊？好恶心啊！像你这种水性杨花的脏女人，凭什么可以拿到他一半的遗产？龚女士，请你注意你的用词，否则我的当事人可以告你诽谤。好啊，去告啊！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脏女人有多无耻，多下流。好了，别说了，我们走吧。谢谢你啊，丁律师，全靠你，我才能拿到阿迪尔一半的财产。我就不需要再为接下来的治疗费担心的睡不着了。不用谢，你付钱，我做事。我有事，我先走了。你先回去律师所吧。啊，李亚江，你看。啊，我要许徐。哎，许徐都没给吗？你们慢慢的。好吃吗？唐蜜，你是不是要许徐啊？哎，唐蜜妈咪，我帮你带他去许。OK，谢谢你。我们去。嘿嘿。哎哎哎。Hello。给我2个小弟弟，口味。别跑了，快！哎哎哎，小心小心！哎，你没事吧？哎呦，哎呀，都叫你小心点呐！哎呀，嘿嘿嘿嘿。现在我带你去试试啊！哎，小米，哎呀！好了。喂，你这个变态！这个死变态！我要报警抓你！我的天哪！哎，不是你所想的。哎哎，小姐，哎，你误会了。哎，刚才你看到，并不是你想的那种，没有那种事啊。哎呀！baby， 不要哭，不要哭。咪咪在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这个变态小丑要在厕所非礼你儿子，你快点报警抓他！哎哎，屁可以乱放，话不能乱说啊！我亲眼看到的，错不了。不是普通的错，是非常错呀！你不用狡辩了。根据刑事法典第354条文的第2条款，一段猥亵的罪行涉及的是14岁以下的受害者，犯罪者可判监禁最长5年，罚款或鞭刑，或多者监失。依我的判断，坐牢是免不了的，你最好有心理准备。你讲得很顺呢，一气呵成。轮到我了。嘿，很简单，刚才发生什么事情，就问这小弟弟汤米，他来跟你说一下好不好？汤米，说一下刚才发生什么事情。baby， 你可以告诉咪咪，刚才在厕所发生什么事吗？我是虚玩的。小弟弟给 zipper 夹到，所以 Uncle Jingo 帮我夹开。对呀，哎，汤米他许完了，他吸上来的时候吸到自己的小弟弟啊，然后我就把他的小弟弟给吸放了，有问题吗？这是你的解释，要不是我及时冲进厕所，你可能就得逞了。你编剧啊你啊！我是律师，我只相信事实。如果你想告这位小丑先生，随时可以联络我。你等着吧。我等什么？丁律师，丁律师早。
听琳达说你又打赢了一场大 case， 哇，你真的是太神太厉害了！你果然是我们 ARC 的常胜军。当事人找律师打官司，当然是要赢。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对，但不是每个律师都像你那么样出色的。天资和能力是不能强求的。对对对，输赢哦，不是一个律师全部的 KPI。这句话出自你的嘴巴，我完全不以为。丁律师，刚才法庭之后你去了哪里啊？买 macaron。哇，马卡龙哎，是庆祝赢了 case， 请大家吃的吗？当然不是。哦，切，还亏我兴奋了一下下。当然不是，这个 FC 耶，真是哑哑巴巴呀。谁叫人家有本事，连续打赢了好几场官司，为 ARC 带来不少收益。哎，他的运气不会一直这么好的哦。Boss 可不是那么想的，他很器重 FC 的，听说他好像还想升 FC 做 partner 了。也对了，Ravi 都退休3个月了，是时候要找一个人来提升。唉，那以后我们的日子就难过喽。哎，为什么是升 FC 不是升我呢？哎，我跟他一样都是 Senior Associate， 而且我在 ARC 的时间比他更久。算到来嘛，他要叫我一声学长哎。哎，对耶，我也想到一件事情。我昨天啊，在 PIE 开车的时候啊，我遇到一头大水牛也在开车，而且时速超过100。怎么可能？对哦，怎么可能？哎，你很有空啊？哎呀，我的天哪！哎呀，哇，哎，什么味道啊？好好的 office， 给你搞得像中医馆一样。不要这样的，老板，我也不想的。我今天遇到一个疯婆子，她把我的脚搞成这个样子。她说她是什么律师，其实啊，她就是个色盲，害我差点被人家当成是变态狂魔。你怎么知道他是色盲呢？他不分青红皂白，不是色盲是什么？我最喜欢听你讲这些不好笑的笑话。哎，我问你，你要查的东西查到了没有啊？哎呀，你还别说，那个冯太太的老公很小心嘞，他就连小三的亲生儿子的生日派对，他都不出席。本来我可以在他儿子身上收到一些线索，谁知道啊，出了状况。汤米，你爹地叫什么名字啊？爹地咯。那你妈咪怎么称呼他？汉尼咯。哎，对，他，对你爹地啊，一个礼拜回来几次啊？不知道。那我这样问你吧，你爹地每次回来有没有过夜啊？不知道。他是你爹地的，你为什么什么都不知道的呀？我真的不知道嘛！哎，干嘛？我自己被夹到小弟弟。哎，不要动了，再动痛了。来，我帮你拿开。哎呀，好了。喂，你这个变态！就是这样，那个色盲的律师，差点把我给送进警察局了。没了。你还要什么？啊？你搞了半天，什么都查不到啊！哎呀，没有证据，冯太太那边是收不到钱的，我们2个要抱着一起死啊！第一，你讲的都是假设；第二，可以死，但是没有打算跟你抱在一起死。你放心吧，有我临阵兵在，哎呀，你是死不了的。妈咪，我的水壶不见了。你以为你这个水壶是阿拉丁神灯啊？擦一下就没事了。它比神灯更厉害。哎，你想想，只要拿这个水壶的口水拿去跟冯太太的老公的口水一起验 DNA，
唐咪是不是他的私生子，马上真相大白。Good。妈咪，我回来啦！你看，我买了你最爱吃的马卡龙，又打赢官司啦。谢谢。在画什么啊？咦，妈咪，为什么你把我画成这样？我是现实主义画派。什么现实主义？我不管啊！你要再修过。你看我脸这么胖。不会啊，我觉得挺好的啊。我不管，再修。不修。你们要修什么？爹地，你看妈咪很坏啊，把我画成这样。哎，还好啊，完全是真实的重现了。丁福安先生和卓依婷女士，我要向你们提出严重的警告，你们刚刚的言辞已经构成了诽谤罪，我随时可以告你们哦。对不起，丁大律师啊，哎，我跟你妈咪不是有意的，哎，告诉你，我买了顶级的 Wagyu beef， 待会儿我煎给你吃，当着向你赔罪，同时你也庆祝你打赢了这场官司，好吗 ？A5？ Yes, of course。那我告诉你啊，这个牛肉是经过 dry aging 的，味道非常的浓郁，煎起来容易达到外酥里嫩的这种口感。dry aging 呢，它主要是让它的表皮还有。Stop！ 你每一次谈到料理呢，就没完没了了。法官大人要你现在马上去煎牛排。那你是啊，每次用法律啊这个条例来压我们，也是没完没了的。还不是你的基因。好啦，我答应你，今天我就不说了。我也答应你，今天不谈烹饪，我马上行动。去吧。嗨。恭喜我们丁大律师打赢这一场漂亮的一战。谢谢爹地。果然又嫩又多汁。我说的一点都没错吧 ？dry aging 的牛肉真的是不一样的。那我告诉你 ，dry aging 的牛肉制作的过程真的很有趣的。它，果然是好吃。小涵，最近的工作表现这么好，应该很快就升做 partner 了吧？师傅没说，不过在 ARC 同级的律师当中，没有人比我带来更多的收入，打赢更多的官司，所以我有信心。哎，那我们先预祝我们丁大律师早日实现愿望，好。Cheers。Morning。丁律师早。丁律师，丁律师，请你帮帮我。什么事？那个女人不接我电话，我只好来找你。麻烦你告诉她，把得意的屋子还给我吧。案子已经结束了，我没有义务帮你传话。丁律师，屋子当初是我儿子动用了我的储蓄买的，那个女人1毛钱都没有出过，她凭什么要分一半呢？问题出在于你儿子生前没有立遗嘱。按照无遗嘱继承法令第7条文的规定，遗产理应归给死者的遗孀和父母1人1半。如果有孩子，那就是遗孀和孩子1人1半。你应该很庆幸他们夫妻没有孩子，要不然你连1半都拿不到。可是那1半不够我小儿子还债，他需要一大笔资金周转，要不就要破产了。不满判决就可以去找你的律师提出要上诉，找我没有用。他说过，如果没有新的证据，就算是再上诉，我们也会失败的。可是那个女人明明还是跟那个健身教练在一起呀。你有什么证据？我要是有证据，就不会来找你了。
对不起，我真的帮不了你。丁律师，求求你帮帮我，你不能见死不救，我给你跪下来吧，我给你。丁律师，那间公司是我小儿子10年来的心血，要是倒了，我怕他想不开了，会去做傻事。求求你救救他吧，丁律师，我给你跪下。龚女士，我建议你帮他找个心理医生，而不是来找我，我真的无能为力。你是不是人啊？你是冷血动物啊！上个月我刚做体检，医生还认证我是人类，血液也是温的。对，用力的追，对。你是否承认跟照片里面的这位男生 Fredrigan 有婚外情？ OK， 再上来，再上来。Yes。Go all the way down。OK， 对了，back。让我帮你吧。谢谢。嗨，我可以跟你拍张照吗？为什么？我想向我朋友证明天使是存在的。你真幽默。我不止幽默，还有很多优点等着你慢慢去发掘呢。By the way， 我是 Fred， 是这里健身教练。你是 Angel。你看我眼光没错嘛，你就是个天使啊。不知道天使赏不赏脸？附近有间网红必去的咖啡，里面的设计就犹如天堂一般，非常适合你的气质。靠近地铁站，小 V。好啊。你当健身教练有多久了？5年了。那你平时会不会像刚才那样，跟女学员有1对1的训练？不怕女朋友吃醋吗？我还单身，如果要找女朋友的话，一定找一个像你这样又漂亮、又苗条、又有气质的天使。你确定你没有女朋友？100%确定，除非你想填补这个空缺。喂，你有没有开车的？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你拿的是不是个 B license？ 哎，你看到我车出来，你被踩 brake 哎！我现在看到是个蛮不讲理的混蛋。你有种再说一次，这个混蛋！你伤人，我一定告死你了！我是他的代表律师，我的当事人会保留提出反诉的权利。我告你的！神经病的那位车主，行车记录仪的记忆卡。什么卡？我看了视频之后会再联络你，然后再研究要怎么处理你的 case。OK， 谢谢你。不用谢，我也是有收律师费的。不过你放心，我除了是个又漂亮、又苗条、又有气质的天使之外，我更是个厉害的律师，所以我答应的事，我一定说到做到。哦。对了，这辆车是注册在你名下吗？车是我一位女性朋友的，
女性朋友。OK， 谢谢你送我。丁律师，我请假这几天，我听说你又打赢了官司，恭喜你啊！你是觉得我会输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拿假去哪里玩啊？带女孩子去约会？不是，我之前有一个邻居，他因为车祸去世了。那天出殡，我去送他最后一程。我先去停车了。叫一个长辈跪下。Morning。哎，文浩，哎，过来，我有东西跟你讲。哎，丁律师早。早。丁律师，洪律师找你。哎，继续。我跟你说啊，这一次啊，有好戏可以看哦。你是说下个星期9点档的电视剧啊？郑慧玉是我的偶像哎。不是啦，这个啊比9点档还要好看呢、女主角是 FC 耶。哦，什么？他的视频你在网上很多天了，你有看到吗？我看啊 ，FC 这次啊，肯定死定喽。啊！求求你救救他，不能见死不救，我再给你跪下好不好？龚女士，我请你帮他找个心理医生，而不是来找我，我真的无能为力。怎么会有这个视频啊？谁拍的？应该不是我们内部的人，我猜想是清洁工人。对不起，师傅，是我不小心才会被人偷拍的。不过我不认为自己有做错事，我只是就事论事。是那个龚老太太怎么讲都讲不听。我没有要怪你啊，事实上我觉得你在处理整个案子的过程都很专业，我对你的表现很满意。都是从你那里学来的。孺子可教也呀。永安，你未来可能要担起更大的职责，所以你不能只考虑把事情办好而已，而是要考虑到用什么方法才不会引起反弹。处事方面呢，要更圆滑一点，明白吗？明白，我会牢记在心。明白就好。我对你是抱着很大的期望啊。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师傅。OK， 等一下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你通知大家9点半到会议室集合。好。谢谢。Rosie 姐 ，Boss 到底有什么事情要宣布啊？我也只听他说是关于内部的人事调整。哦，人事调整。难道是升 partner 的事啊？恭喜你啊！干嘛恭喜我啊？你对 ARC 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最有资格升 partner 的就是你啊！说的也是。人都到齐了。洪律师早，钟律师早。Hello， 大家好，我是罗恩琪。Hello， 大家好，我是罗恩琪。来，我给大家介绍，这位是罗恩奇律师，刚从澳大利亚回来，他在那里执业了好几年，累积了不少经验。从今天起，他正式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成为我们的 Senior Associate。来，大家热烈欢迎他。谢谢大家，我已经感受到你们的热情啦。这次我回流本地，就代表一切从头开始，请大家多多关照，把我当新人就可以了。哦，还有啊，直接叫我恩琪吧，这样比较亲切。永涵，
我听安琪说你们是老同学啊，那就把他交给你，你带他去熟悉这里的环境，顺便叙叙旧吧。安琪，加油啊！老同学，好久不见。可以随时来找我。好啊，谢谢你啊。哎，罗律师你好。哎，请进，请进。什么事？丁律师，你之前的 client 韩小姐呢？她说有事找你，请她进来。丁律师，你一定要帮帮我。我家婆突然说要上诉，怎么会这样呢？她找到了一个关键证据，所以我今天才来找你商量对策。什么证据？我也不清楚，我只听说她律师收到什么神秘电邮，电邮里面有证据可以证明我老公去世当天还是坚持要跟我离婚。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帮我推翻。我帮不了你。为什么呢？我手头上还有很多案子需要我去处理。可是我的 case 一直都是你跟进，我不放心给另外一个律师啊。对不起，我真的帮不了你。你怎么可以那么不负责任呢？韩女士，请你分清楚，你是聘请我在上一个 case 代表你，而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帮你打赢官司。一旦官司结束，职责上我已经不是你的律师，所以并不存在我对你负不负责任的问题。你怎么可以那么黑心啊？赚了钱就翻脸不认人，我一定会去律师公会投诉你的。随便你。郭德义不是这一天心脏病爆发死的吗？你还想否认？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亲眼看到你跟那个健身教练在一起，还裸裸抱抱的，难道还会是假的吗？不是的，老公，你看错了，我们早已经分手了。照片我都拍了，清清楚楚的，你还想抵赖？你还不承认？对不起，对不起，老公，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我发誓这一次，我真的不会再见他了。啊！我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原谅我好不好？不要再说了，我不会再相信你。原谅我好不好？我求求你。再三的给你机会，你还是把我当傻子。我这次一定要离婚，我要离婚。不要离婚，不要离婚，老公不要离婚。老公你怎么了？老公，老公你怎么了？老公，怎么办？我去找人帮忙，我去找人帮忙。你为什么会把视频寄给龚明义的律师？你同情那位老太太？当初接手韩少如的案子时，控方证人的证词并不能立足，只是靠着龚美英的一面之词，其他的证据反而倾向于郭德义原谅了韩少如。当时我的认知就是他已经放弃了离婚的念头，可是现在突然发现，他的真实意愿并非如此，我就不能扭曲事实。所以你不想违背原则，继续帮韩少如？法律是需要事实才能成立，况且有了这个证据，这官司10之8九会输。我讨厌输。
好啊，我这里个案子应该没有输赢的问题。立遗主人廖彩莲，她年轻时候是一个妈妈桑，上个月刚去世，没有丈夫，没有孩子，也没有什么亲人。生前她找过我立遗嘱，也委托我当遗嘱的执行人。你是要我做什么？彩莲生前把大部分的遗产留给一个叫做龙家梦的女人。这个龙家梦是她以前旗下的一个酒吧女。我去过她留下的地址找她，但是她已经搬走很久了。你要我帮你找人？这是彩莲最后的心愿，我希望帮她完成。师傅，你为什么对这个 case 这么热心？你跟这个廖彩莲很熟吗？他为什么找你当执行人？难道你是他的顾客 ？Hello， 他才是我的客户 ，OK？ 我是因为10几年前无偿帮他处理一件案子才认识他的。里面都是龙家梦的资料，你慢慢看。龙家梦最后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叫做西瓜园的酒吧。就这么一张陈年旧照，你要我怎么找人？不止照片，我们还知道他以前工作的地方，还有他的别名叫梦梦，左眼是瞎的。就这么一点资料，根本就是大海捞针吗？你的工作就是要把大海的范围缩小啊。找人没有那么简单的。龙家梦以前工作的地方就在牙龙，你可以从那里开始着手。不会是连最基本的也要我教你吧？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而且牙龙是个龙蛇混杂的地方，没有那么容易探听得到消息的。你样子这么像嫖客，要融入应该没问题，没人会怀疑你的。你说我像嫖客？还是你要扮龟公？你够了吼！我忍你很久了，如果不是看在洪律师的份上，我早就不干了。你以为我很想跟你合作？你看你这个态度，我每次见到你，我有多痛苦，你知道吗？那你放心，你以后不会再痛苦了。走啊！新加坡这么多侦探社，我就不信找不到人。